我们现在可还是警队的实习生，这么做真的可以吗？喂，叫你的，听到了没有？这现场的指纹、荧光照射、外面的监控，都证明和他同居的凶手杀了死者之后逃离现场，不知所踪。这不是古代，你要相信科技手段，好不好？现在的科技手段虽然先进，但是往往会让我们忽视案发现场所留下来的细节。案件的推理与分析，才是破案的关键所在。这监控没有拍到有人出去，可是为什么这女人死了，男人就不知所踪了呢？这里的痕迹显示，案发现场是在卧室，但是为什么凶手会让死者爬到客厅？会不会凶手是心理变态，故意折磨别人？不对，应该是凶手作案的时候有事情打扰了他。可是有什么事情会比杀人更重要呢？比杀人更重要的是，应该是有一个凶手更想杀的人。别怕，你一个学音乐的高材生，来督察队真是屈才了。你一个美院的不也是吗？还不是为了陪你吗？看来真的是感情纠纷，凶手应该是第三者，但是监控又没有拍到有人出去。哇，凶手可能还在房间里。我的神探梦还没有实现啊！是死了吗？脑袋里怎么这么多记忆？赵四娘那么漂亮的娘子，竟然被你给玷污了！你个混蛋！糟蹋也就罢了，你为什么要杀了她？杀人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在拍戏吗？看着不像啊！我不会穿越了吧53刻已到，醒醒！我靠，来真的！大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是有人想陷害我呀！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斩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此案另有隐情。大胆！你不过一个叛左，凭什么留人？依照大昌律法，凡涉及死刑，需要提交大理寺审核，再由刑部复核，最后由圣上确认，方可行刑。崔长史，你这样直接处死李元清，你这是越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大昌有令，与为情为名，不得行刑。算你这小子运气好，把他带下去吧。恩公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还不知恩公怎么称呼？免贵姓狄，名萧杰，字怀英。狄萧杰，千古神探，不知恩公找我所为何事啊？元清啊，关于此案呢，还是有不少疑点的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还有，恩公2个字我可当不起，你还是叫我怀英吧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元清？你刚刚被捕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叫李元清吗？我靠，我穿越成李元清了，那以后跟着狄小姐不就有破不完的案子了？就是不知道梦竹是不是也穿越了。梦竹，我好想你啊，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哎，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，恩公啊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这人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以后还和他多多指教什么？他还能帮我破案不成？恩公，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案子的具体情况？我这些日子受了风寒，有些记不太清了。我记得当日啊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之后呢，你就被判斩首了，甚至都没有对簿公堂。看来这是有人想要我死啊！恩公，那座寺庙现在何处？郊外罗峰山山顶。山有多高？大约90丈。正常人都不会想着将女子约在如此地方奸杀吧？这么高，光是把人带上去就累得半死了。除非有人约他前去。赵四娘一个千金小姐，如果不是熟人，断不可能把她约到如此地方。我一个流浪汉，
怎么可能约得动他？所以我就说呀，这个事情极其不合理。元清，怀英，你怎么这小子怎么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一样？这事明摆着，就是拿你当个替罪羊，想尽快结案。怀英，有没有办法带我去现场看看？你来把衣服换了，快点！我觉得我们应该白天再来。白天？你觉得你出得来吗？也对，就是可惜了今天白天那场雨，这外面的线索都被冲刷的差不多了。有什么发现？怀英，这个手掌印应该就是死者的。你怎么看？这说明他们当时用的姿势应该是老汉那啥。为啥？你先告诉我，老汉是啥？反正不是我。说话说一半。哎，这块布料应该是死者身上的吧？元清，干嘛呢？怀英，正常寺庙里的香炉有几个？2个呗。你看看。哎，怎么少一个？快找找。这到哪儿去找啊？元清，我们要不先走吧？要不然天降神罚了。你怕了？我这是尊重神明，谁跟你说我害怕了？我知道了。怀英，找到了。元清，你今儿算立了大功了啊！来，香炉给我，我带回去。哎，等等，你觉不觉得这个香炉有哪里有点奇怪？香炉？这个香炉是杀害死者的凶器，按理来说，凶手在行凶的时候，里面的香灰多多少少都会洒出来一些，但是里面却是满的。扳指。元清，我们好像是找到凶手了。但是这香炉上的指印怎么这么奇怪？怎么回事？李元清越狱了。什么？刚才有贼人闯入狱中行凶，牢房关押的李元清遇害。结果当我们验明真身之时，发现死的不是李元清。滚！阿华，对不起。都怪我。不怪你，是这背后之人想要你的性命啊。伤口约9寸，什么武器会有这样的伤口啊？是张刀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对武器这么熟悉？这种武器，寻常百姓家可用不起。是赵家，我们汴州只有赵家能用得起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。李小姐，你区区一个判佐，私自带死囚越狱，该当何罪啊？我带他去辨认现场，有什么问题？辨认？这案子都结束了，无需再查。还是你在质疑本官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质疑你。我质疑你昧己蛮心，我质疑你无辨是非，我质疑你因缘为师。李小姐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别以为河南道主不识器重你，你就可以诬陷本官。县令大人，您先别着急啊，你越过圣上私判死刑，先好好解决你手里的麻烦吧。我们走。李判佐，你私通囚犯，以权谋私，知法犯法，行为十分恶劣。先将你扣押，待卢刺史回汴州再发落。哼！
怀英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好像太顺利了？就好像这个东西是被故意放在这儿的。可惜了，如果不能验尸，那就永远也不知道答案。如果能出去呢？你有办法出去？你个狗东西，老子差点被你害死了！为报先斩，你知道我要是斩了那个李元清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崔长史为何不想一想，我为何敢这么做？你可知汴州赵氏，我可是受赵家三郎所托。汴州赵氏，吾乃柏林崔氏，我都没他们那么跋扈。汴州赵氏与柏林崔氏相比，确实是一文不值啊。赵三郎，拜见崔长史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崔长史，关于李元清一案，确实是鄙人安排的。不过处决一个贱民的事情，错就错在没有提前通知你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一概不知，却要我来背锅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一点心意，还请崔长史笑纳。区财物，你就想收买我？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小子，得加钱呐！崔长史，这样你是否满意了？此事作罢，如有下次，我崔某人饶不了你们。那鄙人就多谢崔长史了。鄙人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李元清必须马上死。我怎么听着像赵四娘的声音？别吓我！不是你是怎么以男儿之躯发出这个女子之音啊？我前世可是合唱团的王牌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区一个女生怎么能难得到我？好了，别管了，走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一直感觉有点奇怪，这赵四娘怎么可能下葬这么快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要不你来？我不行，我这一把老骨头，我这腰不好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要验尸吗？怎么着？害怕了？谁说我怕了？来就来。等下。上北下南左西右。哎呀，搭把手。1、2、3 ，1、2、3啊！这赵四娘的陪葬品怎么这么乱？刚下葬就被盗了？不是被盗了，他还活着啊！不过现在已经死了。赵家给他活埋了，真畜生啊！好了，怀英，干活了，拿纸和笔，我说你记。死者赵文玉，女子，两眼合，唇口黑，皮开露齿，牙龈出血，四肢发白，符合窒息死亡的特征。手部有淤青，说明生前被人殴打过。指甲暗青，指甲缝里有木屑，有血迹，应该是想打开棺材盖。颈部有指印，掐痕，为何看起来那么像一个女子的手印？上身无不良痕迹，阴门完好。他还是处子之身呢。我看这并不是什么强奸凌辱案，此案另有隐情。怀英，你怎么看？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哪有什么强奸凌辱案，不过是为了找替罪羊而已。我想应该是赵四娘正好撞见了凶手在做坏事，凶手为了掩盖真相，将他杀人灭口而已。那不对，这杀人和凌辱都是死罪，他为什么要给你强加一个罪名啊？这凶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不知道一个女子的名节有多重要吗？名节？对了，一定是名节。凶手一定是不想让她葬入赵家祖坟。那更不对了，她都嫁过人了，她为什么还有人要害她呢？赵四娘已经嫁人了。对呀，她2年前就已经嫁入王家了。
2年前就已经嫁人了，却还是处子之身，这信息量有点大呀。好了，怀英，我们该走了。怀英啊，糊涂啊！此囚犯你怎么敢带出去啊？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么做会被连坐吗？大人，我已经确定袁清他肯定不是凶手。是不是凶手重要吗？你现在私自带人越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？大人，大人，哎，袁清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怎么着？你还能有办法让人把咱俩捞出去？算算时间，你那贵人应该差不多快到汴州了。严尚书，稍息片刻，汴州很快就会到了。稍息片刻，稍息片刻，稍息片刻！我要马上到汴州见到我的怀英。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送这个文书吗？我在汴州有一位故友，2年前我在河南任什么使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治世奇才。那人可是狄小姐？怀英可是这世上难得的人才呀！想不到严尚书对此人评价如此之高。那个名叫狄小姐的汴州叛左，不对，很快就是汴州法曹了。到底是何方人物？我想有件事儿你得了解一下。怀英这个人眼里容不得沙子，难免遭人嫉妒。咱们速速到汴州替他解围。是。尚书大人，哟，你是哪个使啊？崔长史。怎么没见怀英呢？怀英他在大牢里，一定闲不住，又去审案了。大人，他是犯人。什么？犯人？你快带我见我的怀英！是大人，是快点！怀英，哥哥，你干啥来了？终于等到了，狄小姐的贵人，拜见严尚书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官职啊？您身上的紫色官服就是您身份的象征。怀英啊，你怎么能帮助一个死犯越狱呢？哥哥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这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，我更看不惯这个蒙冤入狱，更不希望有人因此事而丧命啊！我看这个案子有蹊跷啊！尚书大人，请勿听信谗言啊！此案一并来。你不知道我跟怀英是忘年之交吗？我是来听你的还是听他的？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我看不如重新审理此案，意下如何？有道理。庶民李元庆，你强奸杀害王门赵氏4娘，好好说话，速速从实招来。严尚书，此人昏庸无能，当审不审，未审先定论，可想而知，就他这种为官之道，手里不知道有多少冤假错案。大堂之上无需多言，李元清从实招来。我没有杀人。不是你杀的，你怎么会在案发现场啊？崔长史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我李元清一介草民，如何将死者哄骗到30多丈的悬崖里？崔长史，还是回到那个问题，以我的身份，连接触到赵四娘的机会都没有。就算有机会接触，那我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让她乖乖跟我走呢？怀英，崔长史，李元清当时直至寅时一直在惠春坊，那是有证人可以证明的。那么请问您，他是如何在短短1个时辰可以到达20里外的案发现场呢？那除了他李元清，还有谁能有作案动机、作案时间？你倒是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啊！根据城卫日记，案发当晚只有赵氏马车在寅时出入城屋。你们不是要找出凶手吗？行，今天我就给你们找出来。怀英，传赵氏一家，今日我便与他们当庭对质。你们可认得此物啊？你就是狄判佐吧？
不知道你拿一块破布过来找我们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在案发现场捡到的。凶手在那儿呢，现场有什么东西，应该去问他。之前已经跟大人们汇报过了，他不是凶手。难不成我们是凶手？我们会自己杀了自己的亲人？那我便再问一次，你们可识得此物？此物乃我赵氏嫡系男子标配的玉扳指，怎会落在你等手中？我这前面白说了，我都说了我是在案发现场捡到的嘛。你胡说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正是我前段日子丢失的玉扳指。还有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案发现场，为何它现在会落到你的手里？这真是奇了怪了，你自己丢了东西还问我？这我之前一直带着，然后前些天我起床后，它突然就不见了。之后，就是我姐遇害的消息。赵三郎与赵四娘是同父异母的姐弟，在赵家与赵文玉最亲密的就是赵三郎，会是他害了赵四娘吗？怎么，你怀疑是我杀害了我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三郎与四娘从小一起长大，当年四娘出嫁的那日，他曾徒步100里相送啊！对，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哎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你越急就说明你们越有问题。好，我不急。小子，区一个叛左给你撑腰，你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！你信不信我今天让你死在这儿？爸爸啥呀？你爸爸，气死我了你！你说，把鞋给我捡回来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双手？如果我今天找不出凶手，我这条命随你们处置。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怎么了，赵六郎？禀大人，凶手找到了，赵家六郎赵文卓。你这是污蔑！我的手是前段时间受的伤，行动不便。错，你不愿意伸出来，是因为你的右手只有4指。我儿4指那又怎样？就能证明他就是凶手？不用着急，我自有办法证明。怀英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袁大人，请您将这个香炉拿起来试试。这也没什么蹊跷的，这不是人都这么拿吗？可赵六郎不是正常人，他的右手拇指断了，所以他只能这么拿。小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拿起来！还真是一模一样。大家请看。哟，真是啊！赵六郎真的是凶手，真是凶手。对呀，那又怎样？凶不能真凶，也恰好只有4根手指。你可以证明动手的是我吗？袁大人，我想借您的白纸和印台一用。怎么，想逼我画押认罪是吗？你看好了，这只是一张白纸，只要你在纸上留下手印，你是不是清白的，一试便知。大人，您是个大画家，想必对图案有一定的敏锐。您看看，这就是一张白纸和手印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大人您再看看，有什么区别？确实不一样啊，不都一样吗？你看这纹路，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弯曲如弓，有的圆润入斗。大人，您再看看这上面，有什么发现？一样，确实一样。李元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偶然发现的，我称之为指纹，而且每个人的指纹具有各不相同、终身不变的特性。终身不变的，那挺神奇呀。我明白了，凶手就是赵老六。你死！为什么杀了阿姐，你还要侮辱她？没有，我只是杀了他，没有辱他清白。我没有。畜生！你放开我！我要替阿姐报仇！你为什么杀了赵四娘？放开我！我要杀了她！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打我了。打你！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到现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其实，你的儿子是我。什么？你跟那个贱人
到底做了什么？在你眼里，他只是一个贱人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却是无价之宝。还有你，若不是你偏心，素芝怎么会嫁给三哥？他本来就是属于我的。诸位，吃好喝好，来，啊！恭喜啊！祝你们喜结连理。好，来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滚！贱人，我看见你就心烦。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。你现在就走了吗？我看看你跟嫂子，你们怎么能如此伤风败俗？荒谬，简直荒谬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四娘要是说出去，三郎他不会放过我的。素芝，别怕，一切有我。阿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打算亲自到罗峰山顶的寺庙中，我向你们磕头赎罪。好吧，威胁我，都是你逼我的，不是故意的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，我没想杀他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你为什么要欲盖弥彰，将他匆匆下葬？你可知，你把他下葬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既然王阿姐还没有死，那她到底现在在哪儿？被香炉砸中时，他只是晕了过去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王阿姐现在还没有死？后来有人来到他的墓穴里，把他给杀了。怀英，传尤素芝上堂。尤素芝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是你后来又进到赵四娘的墓中，亲手把她给掐死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该死的毒妇！你还我阿姐命来！赵三郎，你冷静一点，这是公堂。他把我阿姐给杀死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尤素芝，只是你不知道，赵四娘就算被你双手掐住，双眼翻白，她还是没有死。后来赵四娘在关中醒来，她拼命的想要推开棺盖，她想活下去，可惜啊，4两之力难拨千斤，最终关内空气稀薄，她生生窒息而死。阿姐，四娘，阿姐，你就这么走了？阿姐，阿姐，古代的女子真是命运多舛，如果孟卓也来了这儿，恐怕日子也不好过吧。赵老六已经判了死刑，秋后问斩，陷害元清那些贪官也被关进大牢了。现在就剩下那个买通赵县令的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赵家害我差点被杀，别让我抓到他们把柄。上次来汴州的时候，没有领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听闻汴州有个什么坊，惠春坊啊，对，惠春坊是个特别好的地方。怀英啊，是不是领我们2个去那里玩一玩啊，体验一下？言上说，虽然我很顽皮，但是我从来不去这种地方。元清，你得到啊！去嫖娼啊？跟大哥在一起，那谁还能落下你吗？再者说了，咱们3个穿的是鸡毛装，都是男人，你装鸡毛啊？是不是？今天咱就这么定了啊！还没看过古代的高级会所，就浅浅去领略一下吧。外面等你啊！走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走，就这一次。没想到在这烟花之地还能听到骆宾王的歌呀！这几个美女真是国色天香啊！这大名鼎鼎的青楼，居然在表演小学诗歌，我就不陪你俩了，我先走了。边去！这位娘子，你这琵琶可否借我弹奏一曲啊？好听，是吧？是啊。元清啊，就你这曲风啊，我想起个人。谁？我那徒弟崔家九女，她的丹青风格跟你的音乐风格那是一样一样的。此话怎讲？哎呀，怎讲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感觉到
严大人，这是何物啊？这个就是我那徒弟画的画，他不用毛笔画，他用棍儿。你说画的还挺像，就是缺点那个这不是素描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时代？难道这里也有穿越者？会不会是梦竹啊？你这大画家画的这么好，不怕真迹被人偷去了？还真迹呢？你就别打趣我了。要是在古代我能画成这样，那才叫真迹呢。你看这儿，嚯，牛啊！这一笔一画之间，居然还藏了你的名字啊！这可是我画的秘密，随他们偷去。这果然是你，崔梦竹。严大人，您能否帮我传封书信给你这个学生？元清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来，严大人，麻烦了。宫廷玉液酒。我发现啊，你跟我那徒弟一样，神叨叨的，抓人就问鸡变偶不变。你说母鸡跟偶它怎么变？我也母鸡啊！我管你什么鸡。再见。我先严大人，说这个。严大人，我一会儿回来再说啊。不是，你有病啊！大半夜不睡觉跑我这儿来。那严尚书身体是真好啊，他在我旁边嗷嗷叫啊，我就住他隔壁啊，那墙都快给我叫穿了。不好了，死人了！怎么回事？哎呀妈，这怎么还玩死一个啊？你们两个抓紧时间给我破案啊！我去就回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从实上来。我叫夏荷，这位胡人请我入墓，他好生勇猛，一直要。可是就在刚刚办大事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倒下了。死者男，约40岁，身体有余温，确实刚死不久。头部有擦伤，瞳孔放大，有唾液流出，上身完好，无损伤，左手微握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是精气耗尽？没错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不对，他不是纵欲过度而亡。什么意思啊？男子纵欲过度死于妇人身上者，真则阳不衰，违者则痿。姑娘，你在说谎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猜的。毕竟他倒下的时候还在办那事儿呢。也不对，死者身上的衣物是你褪去的吧？这位郎君，你可不要乱讲。我怎么敢褪去死人的衣物呢？死者为胡人，胡人以粗犷著称，他褪去衣物后，不可能叠放得如此整齐。夏荷姑娘，我希望你好好配合。人真不是我杀的，你们为什么非得冤枉我呀？对呀，夏荷姑娘人美心善，都是人尽皆知的，她怎么可能杀人啊？这位大人，夏荷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她的秉性绝无杀人的可能啊。大人，我来了。大人，我在这儿呢。这夏荷姑娘不愧是头牌，这一手拉扯玩得妙。真香。大人，小娘子劲儿还挺大。大人，头部撞击符合，左手微握，右手捂胸，倒是和现场符合。元清，干嘛呢？依我看，这胡人应该是暴毙而亡的。暴毙而亡，会不会是夏荷姑娘下毒啊？应该不是，凡服毒死者面青唇紫，手足指甲俱暗青，很明显，这具尸体都不符合这些特征。来人，走。大人，身上有伤痕，不排除阴恨杀人嫌疑，所以必须得带回去。哦，应该的。我回去了。大人，请您一定要为夏荷妹妹做主啊！她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，她在外面。行了，小翠，放心吧，谁是凶手会水落石出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小翠刚才想说什么？为什么青洛老板不让他继续开口？严大人走了啊，走了。他说那个有事儿要面见圣上。哦，那个找出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东西。师哥在这儿。那个死因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完蛋！哎，你等等，留下来看看。
哦，原来你让我找这些东西是为了验尸啊！你对尸体做了什么？他睁着眼睛，挺吓人的，我帮他瞑目了。尸体死亡时是什么样子，就应该保持原状，不要乱动。怪吓人的，还顶嘴！记，死者胡人，男，死亡时间不明，面色发白，口唇异同，全身无损，眼、耳、鼻、口无鲜血溢出，指甲颜色如常，无紫黑。哎呦，骨道良好，无肿胀。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死者有可能不是中毒身亡，不过还需要进一步检测。不是中毒，那是怎么死的？你去把醋蒸热。是大人。你又要做什么？如果死者服毒已久，因体内毒素累积过久引发的死亡，那么可以用热醋从腹部自下往上清洗，就能将体内毒气逼至喉咙处。基本可以确定，死者不是死于中毒。真不是中毒？那他怎么死的？大人，心脏。啊？我知道了，他死于心脏病。心脏病？哎呀，就是咱们胸口跳动的那玩意儿，叫心脏啊。你的意思是说他那个心脏出问题了？对，就是这个结果。那夏荷姑娘是不是就可以洗脱罪名了？那不行，这好歹是个杀人案，你必须得给我找出一个凶手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心脏病说法，你别说地方官府不承认，连我都不承认。不是，哎，你们什么狗屁歪理啊？难道无辜的人也必须要编好罪名吗？除非你找出证据，能当庭为他翻案。啊、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先去看看夏荷姑娘。狄大人、李郎，你们来了。狄大人，请问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没有排除你是凶手的嫌疑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杀人凶手啊！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哎，这每一个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。明明没有杀人，却必须承担杀人的罪名。元清，走了。元清，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那惠春坊的小翠之前告诉我，夏荷姑娘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。就这儿？她明明可以靠自己的才华入选入幕之宾，可她偏偏要像普通艺妓一样频繁接客。你就不好奇这是为什么吗？风尘女子还能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呗。走吧，进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随我来吧。这孩子都是夏荷收养的吗？贞观末年，汴州发生了饥荒，无数灾民涌进。妹妹心善，所以将流离在外的家庭收养。女子在这个世道生存本就十分困难，我们不能因为她是个青楼女子就否认她的良知。一个弱女子，没有别的生存手段，只能通过廉价的出卖自己的身体，夜以继日的接客，就为了让这群孩子吃饱饭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如今却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默默流泪。好了，怀英，我们走吧。打听清楚了，夏荷姑娘最近失踪，是官府怀疑她杀了人，被关起来了。夏荷姑娘是个好人，那些官差凭什么说她杀了人？等等，你刚才说夏荷姑娘在惠春坊工作？我之前还以为夏荷姑娘是个富家女儿，想不到她资助我们的钱居然是……田七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给夏荷姑娘顶罪，就说人是我杀的。等等，我也去，我们一起去。刚刚问过夏荷姑娘了，她根本没有去过后厨，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在后厨里下药。我们肯定是清楚，问题是该怎么说服卢刺史啊？狄法曹，惠春坊杀人一案凶手自首了，此话当真？是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你们这一群人都说自己是杀人凶手，那100个胡人
够你们杀的吧？夏荷姑娘帮助了别人，自然有人念她的好。又是你，卢大人，你有何事？卢大人，我想请问，如果我证明了胡人是自然死亡的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还夏荷姑娘一个清白？胡人死在夏荷的房间，当时又没有外人，他不是凶手，还会有谁？我说了，胡人是自然死亡，自然就有证明的方法。好，既然你能证明，那我就如实上报，放了夏荷。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折腾个什么出来。卢大人，我还想请几位见证人。随你吧，挑多少个都没问题。好，请卢大人宣县里最好的郎中，还有验尸官张三入堂。哦，对了，还要一把刀。可以。元清怎么这么臭啊？你确定要那什么？我确定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夏荷姑娘的清白。卢大人，这活人的病我可以看，这死人活恕老夫无能为力。人都死了，还麻烦你干嘛？这位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让你来是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生挖人心。卢大人，请您下来见证。过来帮忙。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你不是杀猪的吗？我杀猪的，跟人能一样吗？行，自己来。哎，我他喵的也没有实战过呀，这从哪里下刀？大人，俺是杀猪的，让我来吧，切勿脏了你的手。你是本县第一屠夫田七是也。行，来。大人，需要哪个部位？还哪个部位？我拿回去做菜吗？挖心。好嘞。大人，请看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大人，你再好好看看，这心脏是不是从内部破开了？还真是。卢大人，我说了，夏荷姑娘不是凶手，这下可以证明了吧？还是说卢大人相信神鬼玄幻，武林高手，隔山打牛？这小子性格恶劣，但本事还真不赖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死状。死状。死亡前，死者紧紧捂住胸口，倒地不起。我从地上的灰尘判断出，死者倒地时是用右手捂住胸口的。不信，您可以传唤夏荷姑娘询问一下。传夏荷。夏荷，我问你，死者倒地的时候是不是右手捂住胸口？我不知道了。来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我在呢。他倒地的时候的确是右手捂胸，前胸着地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死了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害怕他这样突然死掉会怪罪到我，我害怕他拖到床上，做出精尽人亡的样子。我靠，好白好软。根据死者倒地的位置，就能判断出死因。还不止，我从死者的尸体上判断出，死者倒地时身体微微扭曲，轻敲胸口有沉闷声，说明里面有积血，因此我才判断死者死于心脏病发。罢了，既然证明死者并非外因而导致死亡，夏荷姑娘就无罪释放吧。无罪释放了，无罪释放了，好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严大人走得太早了，没看到这一幕啊。你是嫌严大人活得太久了是吧？这个他本来是……夏荷，谢谢二位大人。哎，夏荷姑娘，分内之事不必行大礼。夏荷妹妹，你光是用嘴巴感谢，不来点实际行动怎么行？哎，不用谢，都是我们该做的。这就好。大人，梦竹，想不到你还有这一面，梦竹。梦竹，大人还请温柔些。夏荷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是小女哪里冒犯到大人了吗？没有，只是我已有心仪之人，方才错把你认成他了。夏荷不知，我只是一个青楼女子，一心只想报答大人，不祈求大人怜爱，还望大人恕罪。无碍，正好我也有疑问你，
是否有考虑过转型？转型？就是卖艺不卖身。这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，不过你放心，别人会的东西我会，别人不会的东西我也会。那阿奴便相信郎君了。这样，你再叫几个姐妹，只要你们学会，我保你们迷倒天下公子。Yeah, 1, 2, 1, 2, 3, 4。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。岩本源那老头，那封信能不能帮我传出去也是个问题。不如我来一次现代文化入侵昌城，只要我这些曲子风靡大昌，梦竹听到肯定也能知道我的存在。这么大的味道，这井怕是有问题吧？去把李元清给我请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元清，这井里有股味道，可能是有问题吧？尸体的腐臭，不知道是动物的还是人的，怎么还不打捞上来啊？我们这儿的人都不敢下。哼，那我下吧。郎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，郎官，看你这么为难，是不是下面有什么东西？啊，有具尸体。那俺来吧。哎，你能行吗？没问题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好，注意点安全。这尸体体型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开始验尸，华英，麻烦记一下。死者男，身份未知，尸体严重腐烂发臭，脸部有伤痕，头部有撞击，但非致命伤，胸口也有伤痕，后背伤口大，前胸伤口小，致命伤为刀剑被刺。大人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华英，你怎么看？看似好像有什么收获，但实则并没有什么关键信息啊。死者身份不知，嫌疑人不知，为何被抛尸也不知。大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一家3口3天前才从开封回来，一直不在家呀。马武，你有没有什么仇人啊？有，城北的蔡妻，她之前想调戏我家娘子，被我叫人暴揍了一顿。他肯定怀恨在心，这一定是他想栽赃陷害于我。元清，城北的蔡妻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去找他。但是我怎么觉得此事有点蹊跷呢？能不能先别研究这个了？走，你先把人给我找着吧。房子的主人说，他们是3天前回来的，在城北有个仇家叫蔡妻，他怀疑就是蔡妻干的。怎么说？他在说谎。他们说他们是3天前回来的，可院子的尸臭，我在100米之外都能闻到。若他们真是3天前回来的，怎么可能视而不见？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院子在城南，他们却说了一个城北的仇家，不好！马夫，快掉头！哦，怎么了？他们要跑。怎么可能跑这么快？来的路上我已经托人询问村民，未曾见有人跑出啊。怎么办？被他们发现了。都说了不要丢井里，你哪怕找个山头埋了也好啊。当时情况紧急，那位都被叫去公堂了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好吧，我知道一条密道可以到城外，东西我都带好了，走吧。找到了。大人，您真是神了，这密道都能被你找到。好了，别捧杀了，以后我叫你，你来就行。行，大人只要吩咐，田七义无反顾。等会儿，前面有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直觉吧。这副身体好强的战斗直觉。2打1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大人，我来助你。先让他绑起来，我们继续追。好。
毛不能，别废话了，快上！我还以为你要吓跑了呢。那不能，原来你功夫这么厉害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我一拿起刀，这些招式就自动在我眼前浮现。我也是。不管了，把他们带回去。我们走吧。快走！卢刺史，大理寺来人了。谁？大理寺来人了，快请进。不用了，大理寺丞薛正清见过卢大人。薛司丞大驾光临，汴州蓬荜生辉啊！卢刺史，我直说了，这次来汴州是为了复查赵四娘和胡人案。你是谁？刚才做什么去了？我？他是李元清，陪我一同去查案。什么案？杀人抛尸。元清，这大理寺的人怎么老是跟着你？我也不知道，自从他看了案件报告和验尸检查之后，就一直跟着我了。哎，那个元清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师哥居然能写出2000字，还全是关键信息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？一切等我审完犯人之后再说啊。那房子不是你的吧？你都知道了，为何还要问我？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你已经是死罪，还想隐瞒什么？我都已经要死了，说什么还有什么用？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死啊！正好让你家里的阿母帮你收尸，我会告诉他，他儿子是条忠心护主的狗，他应该会为你感到骄傲。能不能不要告诉我阿娘？为什么？都是为人子女，你为何明知故问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是我阿爹和阿娘的骄傲，你是吗？那水井里的腐尸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他被送到我这儿的时候，身着青色官服。赵有光，怪不得找不见尸体，原来是已经被灭口了。他的官服被你们藏哪儿了？房子是赵家的，衣服就在后院。还有，你们可以在后院再挖一下，应该能有其他发现。走。大人，能不能不要告诉我阿娘？我不想让她知道。看情况吧。这也是个可怜人呐。可怜吗？那些被他无辜杀害的人才可怜。有事吗，诸位？赵县令赵有光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你猜？我小孩子呀，还猜？三郎，你应该比我清楚，赵县令是怎么死。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看上去像杀人的罪犯吗？哎，我可没说你是杀人凶手，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哦。你，元清，咱这尸体可是检查过的，你确定还要再来一次？我们知道他是赵有光，但是我们还需要证据。手套给我。我？不然呢？你不是想知道我怎么办案的吗？正好让你参与一下，体验体验。这喉管部位的颜色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上次在户外还没发现。不对劲，小刀给我。赵县令的鱼符，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找到了。禀报大人，城南的小屋我们已经挖开了，里面不仅有赵大人的官服，还有什么？还有20多具尸体，大人小孩的都有。
好你个赵家人，我这次不把你们通通送上路，我就不姓李。元清，我们现在可没有十足的证据，那我们可搬不动赵家呀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忘了上次我们是怎么进到赵四娘的墓里的？你不会又要……哼，他们找到赵有光的尸体了，现在居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都是交给其他人处理的尸体，他们绝对找不到证据。赵三郎，谁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猜猜我是谁？这也太变态了吧！你不要过来，别过来！你别找我呀！你要怪就怪那个李元清，如果不是他咄咄逼人，不然我怎么会杀了你呀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放过我吧！啊！你不仅杀了我，为什么还要杀了其他人？不关我的事，那是我的父亲为了城南的那一片房产，才灭了几户人家。你要找去找他，你别找我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找他，去找我父亲啊！搞定了！你放过我！罢了，如今他已经承认，还有大理寺丞为证，此事也该了结了。走。赶快，赶快！当年为了城南那块地的所作所为，怕是瞒不住了。我们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嘛去啊，赵家主，跟我走吧。凭什么跟你走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您要是不配合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给我上！我打！上啊！都给我上！看什么？哎，袭击官差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死。赵武东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狄判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告你们私闯民宅。巧了不是？正好这卢刺史也到了，有什么话您亲自跟他说。卢刺史，有搜查令吗？需要吗？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，我们确实是没有搜查令。没有搜查令就抓我，那我可以告你们私闯民宅。但是我们有逮捕令，带走。走。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赵家的案子处理完了？哎呀，没想到这么的顺利呀！怎么说？这个赵家被抓以后啊，城南所有被欺压的百姓都纷纷过来作证，铁证如山，包括赵家家主在内的所有嫡系，择日全部问斩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赵家做的孽也该还了。哎，那个大理寺的薛正清呢？他跟完这个案子，拿着卷宗回长了。这样也好，这赵家害我不浅，是时候让他付出代价了。喝点儿。喝呀，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喝呢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李芳，出来帮忙看一下。好的，陛下。这没事，来。汴州命案接连3起，世家命案20余口，2000余字的尸检报告，指纹，真的假的？严本源，他怎么也在？来人，宣严本源。有趣，尸检报告居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信息。朕当年夭折的女儿，大理寺也仅仅只是给出了死因不明的尸检报告。李元清，倘若当年他在，朕怎么会连自己女儿死因都不知道呢？陛下，严尚书到了。
臣参见陛下。严尚书不必多礼，朕只是想问问，这李元清是否像奏折里写的这么神？这执法之术是真是假？陛下，那臣就从头至尾再跟您讲一遍。哦，真如你所说，这李元清断案，当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李元清的厉害之处，不是破案和验尸，真正厉害之处是他的音律。哦，哎嗨哎嗨嘿耶呀！陛下是否听说过惠春坊？惠春坊，本宫听宫女提过，听说表演新奇有趣，是那个惠春坊吗？正是。既然皇后喜欢，那就让惠春坊不日进宫表演，朕倒要看看这李元清究竟有何过人之处。李元清定不会让陛下失望。阿姐，陪我出去玩嘛。好，念真，阿姐一会儿就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念真，你带你阿姐去哪儿？阿爹，我让阿姐带我去看花灯。胡闹！你阿姐身体虚弱，怎能带她到处跑？爹，我没事的。梦竹，你一场大病过后，身体一直虚弱，有时还会说一些胡话。你带念真出去可以，但一定要当心身体啊。嗯。这不是现代的曲子吗？请问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？是何人所作？禀小姐，这首曲子是从汴州流传过来的，好像是当地一个叫李元清的人所作。能在大昌做出这首曲子，会是你吗？哎，元清，喝多了。我感觉有人在挂念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发现你自从升官之后，你这个错觉日益剧增。咱也不知道你是踩了什么狗屎运，圣上怎么就钦点你当这个并州这个判佐呢？哎，当然我承认，我是沾了你的光，也同时被调到这个并州做这个法曹。那不是正好？你娘子不也在并州？不是正好随了你的愿？哎，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你懂我。嘿嘿，哎，咱们言归正传啊，不能再喝了，还有事情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再喝下去我就不行了。走。华英啊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卢刺史之前不是被升调并州了吗？他非说是咱俩的功劳，说今天务必到他家里来做客。哟，参见卢刺史。拜见卢刺史。二位已经到了呀，怎么不敲门呢？快请进啊！来，这卢家可是5姓7望的大家族，你说话可得注意点。5姓7望，昌代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家族，要不了多久，李天昊就要下令限制这些家族了。一群人居然号称自己世家比天子昌姓还要尊贵，不知死活。这二位是？这二位是我的忘年之交，和我一同调来并州，还希望各位以后多多照顾才是啊。鄙人姓狄，名萧杰，字怀英，拜见各位长辈。怀英啊，想不到你在这些世家面前也这么卑微，你以后身居丞相的气节呢？久仰5姓7望，今日幸得一见，果真如传闻那般，文场盛名承3代，家族辉华在一身。在下李元清。这是给我做了一首诗啊，妙啊，果然是好文采。怀英啊怀英，论出风头还得看你老弟我，我可是背过昌诗300首的男人。二位请入席。哎，请。啊，请来，喝酒满上，来。这元清，你觉得如何呀？这小子非池中之物，不但能作曲破案，而且今日作诗一看，水平也不凡呐。我已经让家族子弟，日后与其好好交往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将其纳入卢家？我们5姓7望向来看不起外姓子弟，况且这元清功名未成，怕是我答应，族中宗老也未必会答应。以后有你后悔的。哎，元清，还得是你啊，把这些5姓7望的人哄得团团转。我可看出来了，他们把你当做了偶像。那是，也不想想我是谁。李大人，城外发生命案。怀英，不多说了，你带路吧。我换身官服，好吧。
并州判佐到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这家院子的主人名叫董峰，死者是他的妻子，名叫程一。妻子？古代只有读书人或者士人的伴侣才叫妻子。这董峰是读书人？是。什么时候报官的？今日一早。验过尸了吗？验过了。你们仵作赚钱还真是简单呀！走吧，带我们去看看尸体。确实是死于刀刃。看样子这里藏过人呢。这酒有问题。蒙汗药。董峰在哪儿？已关进大牢。华英，你确定那是蒙汗药？我确定，我断案10余年，蒙汗药的淡香味我一闻便知。凶手想杀的应该不是死者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，凶手想要杀的是董峰。你看，死者枕着枕头，而董峰的枕头则被丢在床尾。所以你怀疑凶手杀人是以枕头为信号，董峰故意让妻子躺在枕头上，好让人杀了他。不对，凶手想杀的是董峰。若是董峰想杀妻子，那他完全可以和凶手一起处理现场，为何还要报案？那如果是常因想杀董峰的话，且以枕头为信号，那他为什么睡着枕头啊？是啊，难道是常因忘了？董峰出去尿尿，凶手从衣柜出来，等等，出去尿尿。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华英，我们去牢里看看那个董峰。大人，我妻子真不是我杀的，我冤枉啊！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3年前我离家，前往备考乡试，前段日子才回家，与妻子相敬如宾，没有半点恩怨啊。等等，你说你进京备考了3年？对，确实如此。你知道3年能给你戴多少顶帽子吗？你最近没发生什么蹊跷的事情啊？蹊跷的事情也有。前段时间我一直做噩梦，我梦见自己骑着马往南边过河，回来的时候向北边过河，接着又从北向南走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马突然停在了水里，我怎么抽都没用，它一动不动。然后我一低头，看见水里居然有2个太阳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明明当时骑马在水里，诡异的是马身上只有左边是湿的，右边又黑又干。我可不信这个，你最好别耍我们。我连续几天都是这个梦，然后遇到一个老头，他给我算了一卦，然后交代我这几天务必滴酒不沾，远离枕头。哎呀，元清，你怎么看？这句话还是来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只是那个老头子是不是有点太神了？我们查到的就是酒和枕头有问题。你在那个村子发现什么没有？发现倒是没发现什么。哦，那个村子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姬昌像。姬昌？商议乃姬苍所著。难道这村子真有玄机？元清，我去查点东西，案子你继续查。啊！你们2个把这院子里的人都给我抓，请过来。我有些问题要问他们。是。大人，叫我老狗就行，有什么问题你就问我就行了。你为什么叫老狗啊？咱家养了好几条恶犬，10里8村有人路过，咱那狗就汪汪。大人，路人被吓坏了，大家就都叫我老狗了。我问你啊，这间院子为什么是空的？里面住的什么人？他呀，一个落魄书生，叫什么冯昌，2年前搬过来的。
头几天还在呢，这几天没见过了。2年前吗？那他平时做什么工作的？他反正不是种地的，但是他天天大口喝酒吃肉。我经常见到那个，大人，我经常见到那个女人来他家吃饭。哪个人？那就是死了的那个女人啊，大人。多谢你了，今天帮了本判佐大忙。大人，果然，那常因出轨冯昌，2人以有人出门和枕头为信号，想提前在酒中下药杀了那董峰。只是没想到，这董峰听了神秘老头的滴酒不沾和远离枕头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只是这冯昌不知现在在何处。这是在古代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？这冯昌昨天找了1天也没个线索，也不知道怀英去干嘛了。元清，元清，嚯，你昨天晚上做贼去了？我先不跟你废话了，我找到凶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我研究《周易》《易经》，我把董峰的梦给解开了。不是，你跑去研究那玩意儿干啥？你看啊，这董峰做梦，骑马往南边过河，这回来又往北边过河，在这个《周易》8卦之中，坎为水，且正是北方之卦，原卦象应该是坎下坎上，而离居南位，应该是这个暂代为马。他梦到南北变更，这说明是一个变卦，坎卦变离卦。能不能说简单一点？这么费劲呢？这个坎卦2阴1阳，离卦为2阳1阴，相乘一位，卦象显示离下坎上，是为忌己卦，明白了吧？你猜我懂了没？就是忌己卦的这个卦辞啊，你看水在火上，忌己，君子当以私患而预防之。所以他醒来有人提醒这个董峰啊，让他远离枕头，滴酒不沾，因为早就算出了董峰他有杀身之祸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神？而且我还算出他是谁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凶手是谁？冯昌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这个董峰不是做梦吗？他梦见这个马左湿润，右边干燥，乃为水啊；左水有马，乃为冯。天上有2个太阳啊，乃为昌，故而为冯昌。你这凶手倒是和我调查的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叫什么也没用啊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这个兴许我有个办法。来，这第一卦2面无字，是为少阴；第2卦3面有字，为老阴；第3卦又是少阴，此卦为乾宫，天地否。本案有变数，需要变卦。这变卦为老阴和老阳对调，乾为天，坎为水。今年是丁己年壬寅月丙申时。他在西南方向水中的船上。这他妈也行啊！怀英，你真是神了，这样都能查到凶手。哎，可不敢，我只是投机取巧找到凶手，你是纯靠推案找到的凶手。怀英，你带铜钱了吗？带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帮我算算我未来的妻子在哪儿？拿去自己算，切记心诚则灵。崔梦竹啊，崔梦竹，现在到底在哪儿？这卦象上，现在的你啊，得小心谨慎，不要意气用事，凡事要等万事俱备之时，方可终成眷属。但是这个卦象上有显示你的妻子是个大家族之人，你可得努力呀，不然就凭现在的你，连普通的士族都不一定看得上你。哎，那你再帮我看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飞黄腾达吧？哎，元清，不要养成一种做事前就要算卦的习惯，凡事要讲究实事求是，用证据说话，不要用算卦一事，好吧？以后莫要再跟我提算卦一事。你不算就不算，丢钱干嘛？可恶，阿爹给我安排那么多侍卫，去哪儿都跟着，生怕我发病错过抢救时间。可我哪有什么病啊？要不是怕被别人提亲，
谁愿意装病啊？盟主，爹，这是严尚书前段时间写给你的信。盟主，你好好休息，阿爹先回去了。老师给我写信干嘛？莫非让我去长安帮他画画？是他，他也来了，他果然来了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找你。李芳啊，陪你看了几日这惠春坊的节目，朕现在对这个李元清越来越感兴趣了。陛下若是喜欢，尽可召李元清入宫。有理，你吩咐下去，让李元清尽快来洛阳。是，都听陛下的。等等，顺便在大理寺给他和狄小姐安排一个职务，这2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皇家那几个案子，朕想让他们试试。陛下如此信任此2人，大理寺这么多年都没有头绪，朕只能寄托于他们了。你吩咐下去吧。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就被李元清那几把刷子就给你迷得5迷3道的？老师，我想去汴州找他。不行，不能去啊！哎呀，为什么呀？武后今天召见我了，让我把李元清和狄小姐从南方给整过来，你不就不用去了吗？这就是神都洛阳。谁能想到1400年后的这里会建起洛阳九龙鼎？好像我和梦竹还在这里拍过合照。哎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圣上可让咱们明日报道。啊？你先去找间客栈住下。哎，那你呢？我？啊？你不知道，惠春坊在洛阳有家分店，那里早就给我留好雅间了。哎，不是你，我呀不是看你会武功，我来，哎，你去严府告诉严大人，就说元清已到洛阳，住在惠春坊。好。他怎么会去惠春坊那种地方啊？元清是个性情中人，他的人品老夫还是了解的。你去见就是，我还要去一趟宫里。请问，我能上台演奏一曲吗？自然可以。李公子的才华早已传遍我们惠春坊，您愿意上台，甚是欢迎。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参见女王陛下。玉帝哥哥，咦，肉麻死了！我也觉得，以后还是别叫了吧。那你相信会有来世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无神论者。好，那下辈子我就去找别的美女。你敢？下辈子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好，那你可要记得哦。既想今生，也想来世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玉帝哥哥，别来无恙啊！梦竹，你没死啊？好了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你也不怕别人笑话？你哭了？我没有。你撒谎！你明明哭了。对，女王大人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这一世
也姓崔，在崔家吗？嗯，我这一世在清河崔家。怪不得说是大世家之女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很大，你是5姓7望之女，而我只是一介寒门子弟。那怎么办？昌朝的门第之见，我记得很严重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？我有办法，我有1400年后的文化瑰宝，只要再有一些筹码，必定能让世庶不婚的腐朽制度提前几10年打破。清河崔氏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，不然我能让你们身败名裂。老婆，你先回家吧。为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我明天就要进宫了，不知道待多久。好啊，你可别给我带个什么公主回来。不会的，你知道的，我有你就够了。等你出宫，一定要来我家提亲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陛下，元清待到，让他进来吧。草民李元清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并州到洛阳路途遥远，一路辛苦了。谢陛下关心。丽芳，李元清来了。是吗？参见皇后娘娘。元清啊，这丽芳可喜欢你的紧，这次招你入宫，也是她极力推荐的。多谢皇后娘娘厚爱。行了，朕也不给你来虚的，朕就任命你为内教坊协律郎，全权负责内教坊的乐工，务必尽快将中元节祭拜先皇的曲子做出，同时并兼任大理寺丞。朕有案子要交给你，你晚些去大理寺便知。谢主隆恩。行了，你去吧。李元清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客套话就不用说了，直接说案子。问过了，上个月在洛阳皇宫东门施工建造的时候，发现一具尸骸，圣上龙颜大怒，皇宫重地居然能藏尸骸，让大理寺务必查出真凶。这1个月都过去了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尸体在哪儿？元清，这边请。血肉尽尸，这尸骨起码被埋了2年以上了。你们在挖掘的时候有没有关过？没有，当时是工人意外发现的，裸在泥土里。死者大约20岁，是个女子。这你都看得出来？是啊，你说能看出女子，我还能理解。这20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，这是耻骨。大多数年轻人的耻骨联合面呢会比较凹陷，而年纪大了，随着行动增多，他的耻骨联合面会被磨平。好，就算能看出来年龄，但是我们也看不出他的死因，更看不出他的长相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桩无头案。这样，我有办法，我先回家一趟，你们用醋把这尸体蒸一下。醋？啊？下班了，老公。下了，但没完全下啊。对了，老婆，你舅舅不是在刑侦队上班吗？他有没有教过你刻骨画像？有，学习过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追《猎罪图鉴》上瘾吗？于是向他讨教了几招。妥了，到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崔梦竹。哎呦，未婚妻。蒸了多久了？1个小时了，按照你说的，放在阳光下面。验尸骨伤损，痕未现，用醋泼腌于尸骨之上，以新油绢或明油纸伞迎日隔伞观看，痕即现。死者的2手肱骨有血痕，左胸心脏处前3根肋骨有伤痕，脊椎也有血痕。元清，看没看出什么端倪啊？死者死于殴打，致命伤就在于胸口处，是重物所伤。梦竹，该你上场了。麻烦准备一些湿润泥土过来。哦，听不见啊？湿润泥土。颅骨复原是建立在面部软组织厚度的大量统计学基础上，
首先你要明确几个最基本的标志点：发髻、眉间、鼻根、人中、唇沟、眉中央、眶缘、下颚角，再然后根据骨骼各处特征去构思连线模拟。他的头盖骨前额较陡，说明发际线较高。其次，下颚骨突出，整体脸型应该是瓜子脸，上颚骨比下颚骨突出1厘米。我的个神呐，这是什么技法？这画中女子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参见段四清，参见段四清。不必多礼，这次啊，你们可帮了大理寺一次大忙。老薛，将此画拿到平康坊问一问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此女应该是那儿的歌女。遵命。你就是李元清吧？正是在下。不错，多亏了你们，皇宫女尸案有了大进展，圣上真没选错人。既然段四卿已有线索，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。好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今日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夫君，你可知道严尚书给我写信，我的侄女崔梦竹和那李元清可是情投意合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公写信了，说他的重孙子喜欢你们家的崔梦竹，让我提亲。不行，梦竹不能嫁，她是留给元清的。我们卢家和崔家同为五姓七王，那李元清只不过是一个寒门子弟，难啊。我要回洛阳，我要回崔家，反正元清就在洛阳。哎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儿孙他自有儿孙福嘛。你闭嘴！我最讨厌咱家这些陋习，天天一口一个门当户对，反正我就喜欢元清，他能进我崔家，我第一个同意。哎，五姓齐王想接受一个寒门，谈何容易啊！除非圣上插手。秋风，你好糊涂啊！这笛声倒是让人听着十分舒服。哎，听着真不错呀。那李元清才华出众，这次的曲子定不会辜负陛下所托。这个停顿真的是神来之笔，让我的心都忍不住停了半拍。想不到世间具有如此奇妙的音乐，让人听着心旷神怡。好，朝朝有昌，天庇万国，列祖应命，四宗同德，宗身无疆，宗我同德，曾孙继续，享神佩吉。好，好一个朝朝有昌，天庇万国。李元清，你做得很好，朕大大有赏。谢陛下。朕知你有才，未曾想如此甚才。说吧，爱卿想要什么赏赐？为君效力乃是本职，只是臣想要的，陛下给不起。哦，什么东西朕都给不了？陛下，臣如今无欲无求，只想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你看上哪家女子，朕可以赐婚。清河、崔氏，五姓齐望的女子，我皇家李昌他们尚且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这……陛下，臣知我大昌爱惜文人雅士，但陛下岂能容忍五姓齐望如此嚣张？不如让臣成为陛下打压五姓齐望的突破口。爱卿，你尽管去做，朕最看不得的就是棒打鸳鸯的事情发生。但是皇宫女尸案，你得给朕好好破案。至于那五姓齐望，朕自有办法帮你。谢陛下，臣定为陛下鞠躬尽瘁。崔梦竹，我既想今生，也想来世。这辈子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一定会光明正大把你娶回家。爹，我不嫁。梦竹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自古以来传承的习俗。我早有心仪之人，反正不是那个什么芦苇，他现在来提亲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让他回去。是哪家郎君？范阳卢氏、陇西李氏、太原王氏、赵郡李氏、荥阳郑氏？都不是。
我们清河崔氏的女儿只能嫁给这武家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他，我就要嫁给他。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嫁还是不嫁？不嫁。汴州李元清，字守正，前来崔府纳征。夫君，你来了。这就是你的心仪之人？正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元清，拜见岳父大人。你就是最近在神都传得火热的有经世之才的李元清。我记得陛下对你也是赞不绝口。正是在下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个寒门呀！什么阿猫阿狗也想进五姓七望的门。我说是谁呢？范阳卢氏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自称是五姓七望的后代。你五姓七望怎么能容你侮辱？我告诉你，五姓七望的族规就是不允许子女外嫁和外娶。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改变这个铁律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获得了五姓七望的支持，是不是就可以风风光光的迎娶梦竹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进来吧。范阳卢氏、晋阳王氏、河东裴氏、天水赵氏，坚决站在先生一边。以后记住我的名字，李元清。老公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多大家族支持你啊？你以为我的才华都是吹的？不过给他们写几首诗歌，送几首曲子版权，帮我说句话的事儿，他们举手之劳。况且我还有大招。不知道这么多大世家出面，我还够不够资格？如果不够，上旨到。皇上有旨，协律郎李元清才华过人，天下难得。今与崔氏之女情投意合，五姓七望族内不得阻扰。令即日起，凡五姓七望之流，相互不得自为通婚，钦此。圣旨不接，你们崔家是想造反吗？不能嫁，一个都不能嫁。我们崔家女子怎么可以嫁给寒门弟子？小子，今天就算再多人支持你，我们崔家家规也不允许女子外嫁，赶紧滚！我知道了，不过请各位记住今天说的话，不要后悔。走。放开我女儿，梦竹。你如果选择跟这个小子走，你就再也不是我崔秋华的女儿。阿爹，对不起。拦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出去。谁敢拦我？族老，你何必再执迷不悟呢？在座各位谁都看得出来，李元清是百年难遇的绝世天才，比那什么卢氏要优秀不知道多少。你们不是在光宗耀祖，而是将清河崔氏亲手推入深渊。崔秋芳，休得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将你逐出家门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遂了你们的愿，我崔秋芳从此改姓为卢，从今以后卢家的一切荣誉，再与你们清河崔氏没有半点关系。元清，我们走。没想到啊，你跟守正居然是情投意合，倒也不用让我费心思说媒了。你这个妮子倒是和我年轻时候一样，刚烈。你们有想过之后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现在当务之急是，陛下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我们得知恩图报。元清，之前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，已经确定死者就是平康坊曾经的花魁角霜姑娘。你们在平康坊没有熟人，还是再来一次。元清，早说你来了，我好好招待你啊。裴康，这可是裴家当代少主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你刚来洛阳啊？我给了他几首曲子的演奏权，我现在是他的财神爷，巴结我还来不及呢。裴康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怎么可能？我之前问过你们这里的另一个人，他说他认识啊。我裴康从籍贯之年便开始跟着我阿爹掌管平康坊，平康坊的每一个女妓我都了如指掌。如今为已而立，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？哎，薛大人啊，你之前问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一位自称是天仙的女妓。天仙姑娘，那不是皇宫内教坊的老师？我平康坊从来都没有一名女妓叫做天仙，天字开头，只能是皇宫的人了。不信问薛大人便知。薛大人，你这是让人使了障眼法，给你下的套啊！为何对方要故意做出一个假象，错误引导大理寺调查呢？薛大人啊，你还记得那位天仙姑娘长什么样吗？有点忘了。那你再好好想想，我们回去叫上怀英，一起去挖出尸骨的地方看一看吧。嗯，走。
李大人，不知来此有何事？你在皇宫干了多久？10年。大人有什么问题吗？我问你，这附近的房子盖了有多久？15年前便盖起了，最近翻新的。之前好像是外国使臣居住的地方。所以说那具女尸不是中原人，是外国使臣。很有可能。既然是外国使臣居住之地，当年死者失踪的时候，他的同伴绝对会报官，只需要回大理寺查看陈年卷宗便知。事不宜迟，走。元清，你来看，贞观14年，双月5日，高句丽使臣团12人进城；双月8日，高句丽使臣团11人出城，少了1个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就算知道死者大概率是高丽女人，又如何？贞观14年，距离现在可是过去16年了。不管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线索，今天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行吧，走。这是大理寺贞观14年的卷宗，这上面的出使使节记录上少了1个人。按理说，大理寺应该有对应的案子才对。巧了，这上面被人恶意撕毁了1页，到底是谁？难道大理寺有内鬼？嘘。薛司长，怎么是你？哎呦，我刚到，正准备给你们送早点呢，你这突然亮出一把刀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不是说要去皇宫外围的馆行吗？走，咱们现在出发。这地方翻新以后，就留给宫中的女乐宫居住了。咱们现在得等别人回来，才方便进去。李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天仙姑娘，这是你的房间？老薛，你看一下，你前几日碰见的天仙姑娘是不是这一位？不是。今早大理寺找到我说要查案，我还以为是谁。李大人，你之前不是带着我们排练乐曲吗？原来你是大理寺的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样子有人比咱们先到了。各位等等，我先收拾。等等。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你说我一个女儿家能有什么贵重物品？元清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啊？不仅如此，我觉得他是故意让我们发现，他们是在向我们挑衅。他们想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中。你的意思是咱们大理寺有问题？那不然呢？为何我们的行动会被提前知晓？为何大理寺书库里的卷宗被人撕毁几页，又作何解释？所以你对薛正兴下手？在我看来，大理寺所有人都有嫌疑。我突然想到那个天仙姑娘的长相了，有点印象了。你快说说，长什么样子？我记得……怀英，记。她的脸长得比较长，这里尖尖的，鼻梁比较挺，鼻孔比较大。嘴唇好像是上面厚下面薄，眼睛是丹凤眼，额头有点宽。没了，没了。元清，光凭这些，我们怎么找人？或许我有办法。老公，我在家好无聊啊。后面有人呢。你能不能根据上面的描述把人像画出来？我试试吧，但不敢保证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你还别说啊，元清，你妻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
就这么点信息就能复刻出来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丹青之术还能帮忙破案。啊，行了，我们出去了，你在家待着吧。啊，走。你是真腻歪呀，你呀！狗男人，用完人家就走。哎呦，几天不见，又漂亮了。来，站好啊！那个，今天啊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我们来认人。姑娘们，宋郎一定是想我们了。宋郎什么时候教我们新曲子呀？等陛下需要我作曲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。狄大人，长得不错。这个不像。不是。小姑娘，把头抬起来。哎，把头抬起来。哎，也好，站住！抓住他！保护我！快保护我！保护我！我腰不行，你还推我腰？啊！你也算个人！你给我抓住他！就这，还想从我手里逃走？不用追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有接应，我们讨不了好的。人呢？跑了。这不完了吗？线索又断了。走吧，鸣金收兵，只要是人做的，就一定有痕迹。拜见段思清。元清是你啊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段思清，我想知道贞观14年双月到底发生了何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元清，大理寺在5年前大换血，在此之前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要不你找其他人问问。如果大理寺不知道，刑部主管刑罚，可否麻烦段思清到刑部调看一下？李元清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问题吗，段思清？刑部卷宗其实你想看就能看的。既然大理寺书库里找不到答案，那我只好寻找刑部的帮助。你要是能查此案就查，查不了就别查。段思清，这句话你敢对圣上说吗？行，既然如此，明日我便去刑部取卷宗。为何要等到明日？今日我还有其他事，没有空去取。怎么，你还想安排我这个大理寺卿的工作日程吗？不敢，那就麻烦段思清了，属下告退。怎么样？我在想，敌人既然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引蛇出洞？啥意思啊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老跟我玩神秘。元清，元清，哎，我给你出事了。内角房那个天仙姑娘失踪了，大理寺的人都知道了。知道了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好？我说那个天仙姑娘失踪了。你就不想知道那些人想在天仙姑娘的房间里面找什么吗？这找什么？天仙被抓了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这不关我们的事。今晚我们连门都没出过，会不会是宫中的人掳走了？不可能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想做什么。可是我们已经在中原逗留了10几年，始终没有找到玉符，恐怕高藏王那边会责怪的。责怪也没有用，谁叫他们当年手脚没做干净，留下这个祸端，现在上位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玉符的事我去搞定，但答应我的事儿你们可别忘了。李元清，他是不是已经识破我了？不行，这次的钱拿到以后，我要想办法保住自己。做了10几年的坏人，是该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
老婆，要下雨了，出来帮忙收衣服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有家奴？宋郎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。哎，华英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帮忙收衣服。哎，我可不去啊！你这偷偷的藏天仙姑娘可不是小事啊！你告诉告诉我，图点什么呀？没事儿，现在啊，静等鱼儿上钩了。打听到了，那天仙姑娘现在被人绑架在城外的驿站中，而且听说他们是为了她身上的某个东西才出手的。好，一定就是我们高藏国的玉符。我们现在赶过去。我怎么感觉是个陷阱呢？陷阱也要去，为了高藏王，我们必须去。要不要告诉那位大人？他是大昌人，中原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你就不怕他过河拆桥？有道理，那我们今晚就行动。嗯。段四清，这案宗少了几页？你怎么知道少了几页？你看过原卷宗？这么快就看完了？没有想知道的信息。元清，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段四清，我只是想知道贞观1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我确实不知道。那个时候我也刚进大理寺。我就说嘛，连段大人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还怎么查下去？元清啊，你知道断案最重要的信念是什么吗？还请段四清解惑。最重要的信念啊，就是得信任你的队友。如果你连你的队友都不信任的话，你将寸步难行。多谢，我学到了。哼！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没有，不如我们分头找。好。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？为什么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可恶的小人！高藏国让你坐上了那个位置，而你呢？我坐到这个位置，全靠我自己本事，与高藏国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高藏国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所以你现在想撇清关系，想洗白？不然呢？高藏国迟早有一天会兵败大昌，跟着你们这群亡国奴混，我有什么前途？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吗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能让你们查到半点蛛丝马迹吗？只要你们都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做过什么。我还是大昌的从三品大官。大人，人帮你抓到了。行，退下吧。是。别动，挺熟练的嘛。段四清，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。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很简单，你露出的第一个破绽，就是在我梦竹刻骨画像之后，扬言在平康坊见过此人，随后让薛正清去平康坊寻找。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罢了。你错就错在，你低估了我的关系。你没想到我让平康坊少主找人，从那天起你就慌了，丧失了多年来运筹帷幄的理智。我们去皇宫外围的管刑中搜查时，你让高藏国奸细提前去破坏了现场，这就是你露出的第二个破绽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的吗？真正让你露出犄角的是卷宗。你想不到吧？在你将刑部卷宗交给我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就通过严尚书的关系，提前拿到了完整无缺的卷宗。你以为你撕掉了其中几页，我就看不出来？贞观14年，高藏国诬陷玉成公主在洛阳被杀，要挟天子索要赔偿未果后，贞观16年以此为借口和大昌断交。你以为这件事你瞒得过去吗？不愧是圣上看好的人，仅凭猜测就可以确认到我头上。猜测？你以为我没有证据？你看看你的手指，
我让怀英在刑部卷宗贞观14年那一页上抹上了姜黄色素，只要有人接触，就必定会沾染上。所以那天我在你的身边突然停下，就是为了观察你的实质。李元清，我说的心服口服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给你什么机会？之前我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他不会也是穿越过来的吧？那你去跟圣上说喽，看他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做好人。可是你们也不能杀我，杀了我，你们一样是犯罪。只有我才能肆无忌惮的杀你们。来人啊！别叫了，你的人都被我迷晕了。你绝对想不到吧？我在晚餐的时候往水井里下了3斤蒙汗药，现在你的人都在呼呼大睡呢。李元清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我知道官没你大嘛，但是严大人，我看谁敢欺负我的阿青！你说大理寺卿段正玄叛国，可有证据？陛下，前方密报。哼，该死的狗奴才！怪不得朕的大昌军在高藏国屡受打压，原来在朝廷之内居然有中书大臣悄悄地往前线送去军情，斩！秋后午门斩首。对了，把他全家都给我带上，全部给朕死！皇上，老臣有100种方法弄死他，老臣告退。等等，这件案子是谁侦破的？是大理寺丞李元清和狄小姐破的案。哼，不错，朕就知道没看错那小子。陛下，那咱们弄死了段正玄，那大理寺卿一职，哼，算了，就让李元清再任吧，有他坐镇大理寺，朕也放心。皇上英明，这就让我暂任大理寺卿了。3品大臣，我靠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！老薛啊，元清呢？啊，怀英啊，你现在可不能叫他大名了，要叫他李四卿。少跟我贫嘴啊！快说，他出去了。现在他是大理寺卿，要去参加3司会审了。3司会审，这不是特大案件才会用的手段吗？刑部、御史、大理寺3部的一把手一同审判，他去审谁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嘿，李元清，没有想到你也能上位。段正玄，这世界上你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就比如说1400年后的大理寺，也叫法院。罪臣段正玄，你对于罪状中的详细描述，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既然如此，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不想为自己的罪责辩解，只是想给你一个忠告：你还年轻，不要以为自己做到了3品就能光宗耀祖、沾沾自喜，这只是仕途的起点罢了。越是到了这个位置，就绝对不能犯错。你要更加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的心思，因为官职越大，犯错的成本就会越高。比如我。说完了吗？你觉得我说错了是吗？要不你问问下面这2个人，他们在朝中耕耘了多少年，看得比你透彻多了，没有一个大理寺卿能够善终。把他给我带下去。等等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跟我一样，只要穿上了这身衣服，就没有人能够幸免，可以逃脱。带走。李元清，我在下面等你。大人，城外义和村发生命案。什么情况？此命案过于蹊跷，还请大人亲自前往。华英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你自己看吧。怎么有股肉香味儿？怎么有人如此残忍，把人蒸熟？元清，这儿有个脚印。根据尺寸的大小，凶手应该是个女子啊。不对，凶手不是女子，是凶手故意将痕迹伪造成女子模样。你怎么知道？脚印的深浅，你看，这个脚印看起来很小，仿佛是一个娇小的女子，而我的脚印跟凶手留下的脚印深浅几乎一致，甚至更深一点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
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？这次凶手不一般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所以我才叫人把你叫过来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大人，死者身份查清楚了。说，死者叫马飞，是天牢中的死刑犯人，7日前不知所踪，想不到居然在这里。一个死刑犯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杀了他？华英，你来看看。元清，这个符咒我见过。你之前说在这里见过那个跟我一样的符咒，真的假的？不能，我之前查案翻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过呀。哎，找到了，你看，阳变阴和而生金木水火土，以五行祭物，则复而转阴阳。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以阴符镇之转阳，阴阳化之，方得五行其一。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真的是这样，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里怎么少了一眼？这不就是凶手作案的方法吗？沉下水面，大火蒸煮。他究竟想做什么呢？瓦罐里装满水，用火焚烧，尸体的双手双脚被捆绑着藤蔓。瓦瓮是用陶土做的，代表土；用水在火上蒸煮，代表水火；双手双脚缠满藤蔓，代表木。这是五行，以五行祭物，则复而转阴阳。凶手想要通过五行杀人来献祭，从而实现逆转阴阳。哦，不对，那金呢？怀英，你能否陪我再去看一眼尸体？哎，怎么样了？果真如我所想，在死者肚子里发现了黄金。看来凶手真的想要以五行献祭。不过一点线索都没找到，是不是？不，有些事情我还不敢想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段正玄他死了。什么？他不是秋后才问斩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身上捆绑的藤蔓代表木，右侧身体被烧伤代表火，左侧身体被浸湿代表水，还有凶手插着的钢刀代表金。那土呢？原来如此，土也在体内，就是今天被杀的。我们走吧。啊，这就走了？该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，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不等于没有收获吗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吧，至少从伤口的位置可以看出，凶手一定是个左撇子。走吧，我们去问问看守。见过大理寺卿。不必多礼。我问你，这段正玄的死，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天牢除了探视与送食，基本无人进去。我们也是给犯人送今日餐食的时候才发现。除了天牢的狱卒，可还有其他人来过？有的，宫中的王太医近日来过，为天牢做定期检查。还有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还有皇后奶奶也来过。不会吧？正直不足，不要妄下推断。二位，公公，皇上邀二位共进晚膳，话已带到，奴先行告退。陛下怎么会想到今天请我和怀英吃饭呢？今天特意把你们请过来，没有耽误你们什么吧？来，我们边吃边聊。还好皇后是右撇子。元清、怀英，这次叫你们来，主要是关于段正玄身死狱中的事情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关系到皇宫脸面，希望你们尽快结案，不然我也没办法和群臣交代。元清，陛下破格提拔你为大理寺卿，可顶住了不少压力，你可不要让陛下失望啊！放心，臣一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凶手应该不是皇后，我刚才观察过了，她是右撇子。确实，不过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皇后娘娘。元清，我一直想去大理寺看看，你现在是大理寺卿了，可以带我随意出入大理寺了吧？
我一直很好奇大理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当然没问题，皇后娘娘。元清，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？皇后娘娘，那是义庄，专门用来停放尸体的地方。元清，私下叫我丽芳就行了。本来我就是偷偷出来的，干嘛搞得那么拘束？这藏书阁经常会有人来吗？大人，这地方都是一些古书，平时基本没什么人来。哦，对了，皇后娘娘前段时间倒是经常来。皇后？会是你吗，武丽芳？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，还要你们送我回宫。我们倒是不麻烦，只是这条路好像从未走过。这条是小路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我从小就进宫，当然知道这条小路了。不过现在你们也知道了，就当是你们带我去大理寺的酬劳了。那是什么？他在给尸体喂土，他就是段正玄和马飞案的凶手。怀英，你保护丽芳，我去追。好。皇后小心！还好，凶手真的不是他。救命啊！救驾！丽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狄小姐舍命救了我。皇太医，怀英怎么样了？狄大人并无大碍，定期过来调理几次就可痊愈。对了，可否把病人的年龄和生辰给我一份，老夫也好做个记录。好。王太医。好，有劳了。多谢太医。参见陛下。元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臣和怀英护送皇后娘娘回宫时，在皇宫附近发现了段正玄案的歹人了。什么？那你抓到他了没有？没有，怀英受伤，臣不敢留皇后娘娘一人在那儿，便没有追上。可惜让他给跑了。这事你做得不错，幸好丽芳没有大碍，否则你就犯了大罪。都说帝王无情，果然，这李天昊也只是顾身边人死活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没看见朕正忙着吗？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。八皇子他，有话就说。五儿他怎么了？八皇子他死了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皇子他死了！这个味道，糟了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五儿会死得这么惨？陛下，今天晚上过后，八殿下就不知所踪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就已经这样了。求陛下饶命！好啊，好得很呐！而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都能被歹人所害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斩了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陛下。和第一起案子一样，是同一人所为。你还敢说？朕是不是命你早日破案？你就是这么破案的？现在五儿已经死了，李元清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你什么你？李元清，朕命你3日之内必须把凶手给我抓住，否则朕就拿你的脑袋给五儿陪葬。究竟是谁敢在皇宫里这么放肆？事情就是这样，现在怀英也受伤在床，陛下就是看我哪都不顺眼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严老，您能不能帮帮我？老师，你就帮帮元清吧，求求你了。我对办案一窍不通，元清的思路都没有打开，他说的五行献祭我都没听说过哎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严老，您能不能动用金无畏，在皇宫附近地毯式搜索凶手？那金无畏那是皇宫的禁军，那没有陛下的手谕，那谁能动得了啊？哎，老公，你刚才说的那什么五行献祭，是不是道家的东西啊？应该是，但是这玩意儿我也一窍不通啊。那为什么不能用法术对抗法术呢？你的意思？你应该懂我的意思了。元天罡？不，光是元天罡还不够。
我还要找出做出推背图的李淳风。严老，您能不能帮我找到袁天罡和李淳风？拉倒吧，那袁天罡贞观19年之后就跑丢了，到现在没找出来。哎，李淳风没丢，他行。妥，大理寺卿李元清受严丞相介绍前来拜见李大师。请进。你们有事吗？回大师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来，坐下来，慢慢说。怀英在宫外被人追杀，于是我们便追了上去。追了好久之后，还是让那个黑衣人跑掉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怀疑有人是那个凶手，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头绪，所以特来求你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们现在认为凶手是想献祭活人的性命，逆转阴阳吗？大师，我对这些一窍不通，所以还请大师能指点一二。来，这是洛阳的地图，你把几起命案的地点都画出来吧。五行献祭需要5人，今夜这里会献祭最后1人，你到这个地方蹲守便可，到时候真相自然会大白。大理寺，糟了，怀英现在就在大理寺养伤。等等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您问便是。来，坐下来，慢慢聊。我且问你，未来推背图是否灵验呢？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你们不会破坏大昌的根基，我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。各花入各眼，何必问来人？谁人无过往，是非在人心。你小子这话倒是颇具禅学，不过你没有直接说不准确，说明我的推背图在未来确实是应验了。既然你们有缘来此，我也送你们一些话吧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天之昭昭，其在必也。多谢大师。李元清，记住，历史是不容更改的，不然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知道了，多谢李大师。这什么情况？有没有人呐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呐？啊，人呢？不是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乖乖成为最后的祭品吧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一直在发愁，最后一个命格5行的人去哪里找？想不到你就送上门了。不是，连老天都在眷顾我。一听我靠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知道了又怎样？反正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祭品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讲，我总可以商量的吧？是不是？去和阎王商量吧。没想到，你隐藏的还挺深啊，对吧，皇太医？李元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用知道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用5行献祭来逆转阴阳？好好当个太医不好吗？好好当个太医，老夫平生救死扶伤无数，可是到最后换来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！换来的是我的女儿，居然得了疟疾，死在了家中。我要替我的女儿报仇，我要让我的女儿复活。你要为你的女儿报仇，杀了那些有罪之人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连不满10岁的八皇子也不放过？你知道什么？就是因为八皇子，是他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当初我要为我的女儿治病，宫中却让我去给八皇子治病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要人头落地。可最后呢，他只是小小的风寒，而我的女儿却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她死在了家里。都是八皇子
是八皇子害死了我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要杀了他，替我女儿报仇。可是你残忍的杀了这么多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所谓的五行献祭根本就是一场骗局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逆转阴阳。你不要骗我，我会相信你的。你为了一场根本就是假的仪式，利用你自己的太医之便，先到天牢中杀了马飞和段正玄，随后又用自己的太医身份拐骗了八皇子，假借为怀英治病的借口将他迷晕带到了这里。我说的对吗，王太医？即便你知道了又怎样？李元清，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谁也阻止不了我救我的女儿。今天只要我杀了她，就可以凑够5个人，我的女儿就能复活。只要我的女儿复活，哪怕是让我下地狱，我都愿意。你死吧！不要！王太医，你杀害八皇子，赶紧认罪，不要再铸成大错。今日只要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害一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谁也阻挡不了我救我的女儿。你女儿的在天之灵肯定也不希望你再害人了。李元清，你说的太轻巧了，不想让我再杀人了，是你不想让我救活我的女儿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李元清，小心，把他带下去。放开我！既然你们不想让我的女儿复活，那我就去找我的女儿。王太医，把他拖下去。哎呀，李元清，这次案子解决了，陛下之前说的都是气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次陛下一定会重重赏你。丽芳，刚才你救我的时候，下意识伸的是左手，所以你是左撇子，对不对？而王太医拿刀的时候用的是右手，而段正玄死于左撇子之手，所以段正玄不是他杀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李顺风后面告诉我，那马飞和段正玄死的地方还有一层含义，那都是大昌龙脉的7寸之地。他怀疑有人想要动龙脉，而且做此事的人也不是想要毁了大昌龙脉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：扶持。有人想用死者的煞气来扶持新主登基。开始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前2个都是该死之人，但为什么死的第3个人突然变成了无辜之人，就好像突然换了个人一样。刚才你救我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明白，原来凶手一直都是有2个人，而且王太医杀了八皇子，当着我们的面在皇宫外杀了人，然而其他2个人却不是他杀的。你很聪明，那本秘术是你故意透露给王太医的吧？这样事发之后最坏也能有个人给你背锅，而且你怕我对你怀疑，还故意带我们走小路，让我们亲眼目睹王太医杀人，好打消对你的怀疑。故事编得不错。别装了，我猜从那个时候你就有了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了吧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为什么知道，你杀的都是该死之人，还救了我一命，所以我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不要让自己变成怪物。我救了你，你却想着我用的是左手，是左撇子，到底咱们俩谁是怪物？李元清，当你注视黑暗的时候，黑暗也在侵蚀你。看可以，别看太久。